October 19th, 2017, Pan-STARRS spotted an object moving rapidly between the stars. 一个光芒比绝大部分彗星更为耀眼，移动速度又比普通小行星要快上不少的神秘物体，突然悄悄闯进了我们太阳系的边缘。这是连经验丰富的科学家们都完全没有想到的突发状况。科学家们给这个突如其来的访客命名为 3I Atlas，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发现的第3个明确来自太阳系以外的星际来客。然而，正当人们开始研究它的时候，一些奇怪且令人费解的疑问浮出了水面。有一些研究人员甚至开始悄悄怀疑，这个物体难道真的是大自然的杰作吗？如果这并不是一块来自遥远星系的普通岩石呢？如果它实际上是穿越无尽冰冷宇宙传递而来的某种信息或讯号，那我们该如何理解呢？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2025年6月末，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几乎同时注意到，一位从未谋面的不速之客正在以奇异的轨迹穿行在我们熟悉的太阳系范围内。这个天体运动迅速，亮度惊人，但似乎完全不属于我们的太阳系。最初，大多数人都以为这不过是又一颗迷路的小行星，或是一颗远方来的彗星而已。然而，随着观测的深入，情况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科学家发现，这个陌生的访客源于太阳系以外深邃而黑暗的星际空间，现在正笔直地穿越银河系一隅。它因此得名 3I Atlas， 这表明人类历史上发现的第3位星际访客已经到来。第一位访客名为奥莫莫，2017年发现时，它奇特的雪茄状外形令科学界挠破了头。第2位则是在2019年现身的鲍里索夫彗星，它的形态与行为看起来就更像我们所熟悉的典型彗星。但第3个访客 3I Atlas 的情况却明显有所不同，它不仅体积更庞大，光芒更耀眼，而且可能更具研究价值。它反常的速度、出人意料的亮度以及种种怪异的特质，让许多天文学家不得不提出严肃的问题，甚至有人怀疑，它真的可能是某种人造的装置吗？在接下来的影片内容里，我们将深入剖析目前所掌握的所有关于 3I Atlas 的信息，包括科学家们究竟如何发现它，它可能由何种物质构成，以及它未来的旅途究竟通往何方。我们甚至将深入探索一个大胆的推测：如果它不是一块漫无目的漂流于宇宙的普通岩石，那它究竟会是什么？如果它真的代表着某种未知的星际信号，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起初，这项发现几乎没有掀起任何波澜，没有警报响起，也没有航天局召开紧急发布会进行重大公告。它最初只是自动化望远镜在日常扫描夜空过程中记录到的一条不起眼的异常数据。2025年6月25日至29日这几天中，被称作 Atlas 的小行星陆地撞击预警系统侦测到了夜空中一个明显在移动的物体。但 Atlas 系统本身并不是专门去捕捉星际访客的，事实上，它原本设计的唯一任务是及时发现那些有可能撞击地球的危险天体。Atlas 预警系统包括分别位于夏威夷和南非的4台自动望远镜，每当夜幕降临，这些望远镜便准时开始运转，持续拍摄并记录天空中的动态影像，详细分析天体速度、亮度变化及运动轨迹，以确保地球的安全。然而这一次，观测数据却透出一种古怪的异常感。首先，这个神秘的天体明显比预期的更为明亮。其次，它移动的速度快得惊人。最不同寻常的一点，则是它奇特且完全意料之外的运行轨道。与我们所熟悉的行星不同，这个物体并不绕着太阳进行循环运行。更诡异的是，科学家们仔细计算后发现，它竟然也不是来自柯伊伯带或者奥尔特云这些太阳系内已知的外围天体区域。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神秘访客似乎正是从遥远的星际空间深处疾驰而来。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整个科学界的注意力被完全吸引。然而，这次发现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接下来的事情更加引人入胜。这一新奇天体的数据很快就被自动传输到了位于美国的 NASA 近地天体研究中心。中心的科学家们立即展开了谨慎的调查。没过多久，他们便排除了数据误差或其他普通现象的可能性。他们确定，这并非仪器故障，也绝非其他卫星反射形成的虚假影像。这个物体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一个真实而未知的天体，
正以难以置信的速度穿行，闯入了我们的太阳系。但仅凭目前的数据还远远不够，科学家们还需要更加详实的证据，包括更多次的独立观测，以及更全面、更多维的观测数据，以确认并弄清这个天体的真实面貌。就在研究似乎进入僵局之际，一个原本意想不到的角色登场了。一位名叫萨姆·迪恩的业余天文学家对这个发现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决定自己动手一探究竟。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对神秘太空事件的强烈好奇，迪恩开始仔细翻阅比官方发现时间更早的 Atlas 历史记录，希望能找到蛛丝马迹。他的坚持没有白费，很快，他在旧的数据中有了令人惊讶的新发现。原来，早在官方正式宣布前的几天，这个神秘物体其实早已被 Atlas 系统拍摄到，但当时却无人注意到它只是静静隐藏在海量数据中，等待有人去发掘。迪恩这一重大发现帮助科学家们回溯过去，更精确地推算出这个星际访客的来源与前进路线。现在科学家们的结论变得非常清晰而坚定，这个神秘的访客毫无疑问并非起源于我们熟知的太阳系，而是源自更遥远、更神秘、更浩瀚的星际空间。消息迅速传开，全球的天文台纷纷加入了对这个奇怪星际访客的搜寻与观测行动。在短短2天之内，来自世界各地超过100个不同天文观测站的报告如潮水般涌入了小行星中心，那是专门负责记录与追踪太阳系内各类天体轨迹的核心机构。2025年7月2日，伴随着全球范围内观测数据的确认，这位奇特的来客终于获得了正式命名 3I Atlas。 其中前缀 3I 表示它是人类历史上确认的第3个星际物体， Atlas 则明确表明它最初的发现者——小行星陆地撞击预警系统。想要真正理解 3I Atlas 出现的意义以及它的特殊之处，我们有必要稍稍回顾一下人类此前的天文学历史，这样才能清楚意识到这次事件的罕见与重要。事实上，在2017年之前的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观测记录中，人类的天空中从未出现过任何一个被确凿证实来自太阳系之外的物体。但这一历史记录被2017年打破了，第一位被人类发现的星际访客登场了，那就是名为EI或奥莫莫的奇异天体。它有着前所未见的细长形状，甚至有科学家一度大胆提出，这或许是某种外星文明创造出来的太空技术装置。接下来，2019年出现的第2位星际来客 2I 或称鲍里索夫彗星，似乎又回到了我们熟悉的样貌和轨迹。当它靠近太阳时，便开始显现典型彗星的特征，拖着长长的尾巴，释放出耀眼的气体与尘埃云。而现在，仅仅几年过去，我们又迎来了第3位星际访客。不过，这一次 3I Atlas 似乎又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线，它所表现出的各种特征竟然与此前2位星际访客截然不同。如今摆在科学家们面前最关键的问题只有一个：3I Atlas 究竟是什么？它可能只是一颗彗星，或是一颗流浪的小行星，亦或是某个遥远恒星系统坍塌后喷射出来的奇异碎片，甚至还有一种更令人激动但又不敢轻易下结论的可能，它是某种人类从未遇到过的全新天体。自从科学家明确地将它归类为星际物体的那一刻开始，一个问题就一直主导着整个科学界的热烈讨论：它究竟是什么？同样重要的是，它又究竟不是什么？它真的是一颗彗星吗？当它逐渐靠近太阳时，我们是否会目睹冰与尘埃逐渐剥离，形成明亮的尾巴呢？还是说，它其实是一颗早在数百万年甚至数千万年前，就从遥远的恒星系中被强力甩出来的流浪小行星？亦或，我们如今真正面对的是一个科学界从未设想过、更从未遇见过的全新课题，一种真正来自太阳系之外未知领域的新型天体呢？科学家们敏锐地意识到，答案可能就隐藏在这个访客并未展现的特征中。迄今为止，我们并未在它的运动中发现任何明显的排气迹象，没有彗尾，没有气体喷流，也没有任何可见的尘埃粒子云。然而诡异的是，它却异常明亮，反射的光线远超人们的预期。通常情况下，一个来自遥远太空深处的天体，当它逐渐靠近太阳时，总会出现某些可见的气体排放或尘埃喷流，从而增强其亮度。然而 3I Atlas 完全没有表现出这些特征，却偏偏拥有令人惊讶的异常亮度，这一点实在是难以解释且前所未见的。
就在此时，一位名为阿维勒布 （Avi Loeb） 的资深科学家登场了。勒布是一名理论物理学家，曾经担任哈佛大学天文系主任，以他充满争议而又大胆创新的天文理论而享誉科学界。早在2018年，勒布就曾提出过一个令整个科学界哗然的理论：奥莫莫那怪异的形状和无法用传统理论解释的加速现象，可能意味着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岩石物体，而是某种高级文明设计出的太阳帆或其他人造探测装置。如今，这位敢于质疑权威的科学家再次站了出来，公开敦促全世界的天文学家认真对待3I Atlas。他甚至在最近的一项声明中，明确建议使用人类目前最强大的空间望远镜——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密切观察3I Atlas，当它接近太阳时会表现出怎样不同寻常的特征。具体而言，勒布希望找到任何无法用万有引力解释的非重力加速现象。这种现象意味着，这个神秘的访客或许并非只受自然力影响，而是以某种未知的甚至人为操控的方式在运动。试想一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倘若一个物体在太空中运行，没有明显的彗尾或任何喷射推进的痕迹，却仍能自主的加速，甚至调整自身的飞行轨迹，这样的现象不仅反常，而且从根本上挑战着我们现有的天体物理学认知。奥莫莫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他以一种无法解释的方式逐渐加速远离太阳系时，科学家们始终未能在他身上观测到任何气体喷流或物质排放。至今，这一疑问仍让科学界感到困扰。有部分研究人员提出过一些设想，认为或许有某些不可见的清冰或难以探测到的表面尘埃是这一异常加速背后的真正原因，但也有更多的科学家对此表示强烈怀疑，甚至完全不以为然。勒布则认为，如果3I Atlas 此次也展现出与奥莫莫相似的无法用已知物理定律解释的奇特运动轨迹，那么我们或许不得不更加认真地考虑一个观点：这些星际访客也许根本不是随机的宇宙碎片，而可能蕴藏着某种未知的意图或信息。换句话说，这些星际访客的某些特征很可能不是自然形成，而是经过精心设计或加工的。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3I Atlas 本身就一定是一艘外星文明的飞船。但值得注意的是，连许多在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的资深科学家们，如今也开始认真思考这样大胆的理论。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表明3I Atlas 这个物体的确具有难以忽视的奇特性，而这种奇特性已经远远超出它的移动方式或速度本身所能解释的范畴。根据天文学家们早期所做的初步观测，3I Atlas 所反射出的太阳光远超过人们按照其估算尺寸所能预料到的亮度。这可能意味着3I Atlas 的真实体积可能远比人们最初估计的要大得多。根据初步测算，它的宽度可能达到12到20公里之间。另一种可能是，它的表面具有异常的反射特性，可能异常光滑或闪亮，远比一般太空岩石更能有效反射阳光。那么，它的表面究竟会是什么材质？会不会是某种纯金属，或是类似天然晶体的物质？甚至更令人好奇的是，它有没有可能经过某种特定工艺的精心打磨呢？截至目前，还没有人能够给出明确的结论。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已经开始高度警惕，并密切关注其一举一动，因为时间紧迫，机会稍纵即逝。3I Atlas 的速度极快，一旦它完成了围绕太阳的飞掠，就可能会永远地消失在茫茫的宇宙深空，再也不会回到我们观测范围之内。因此，我们实际可以用来收集有用数据的时间仅有短短几个月。这个有限的观测窗口有可能让我们解答一些重大谜题，甚至彻底改变我们对宇宙的认知。为了深入理解3I Atlas 为何如此与众不同，我们需要探究它的真实身份，研究它的具体行为表现，并试图揭开它可能由何种物质构成的谜团。让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它惊人的速度。根据最新测量数据，3I Atlas 当前的飞行速度竟然高达每小时244400公里，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具体而言，以如此惊人的速度来形容的话，假如你能够驾驶着它飞行，只需短短10分钟，你就可以轻松地绕地球一整圈。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任何受太阳引力长期约束的天体来说，这种极端的飞行速度都远远超出了正常范围，显得极为异常。这一关键的速度特征清楚无误地向我们表明了一件事：
3I Atlas 绝不是我们太阳系原本的居民，而只是一个高速穿行而过的陌生过客。但令人感到同样有趣的，还有它所运行的轨迹。最新建立的轨道模型清晰地显示，它正沿着高度双曲线的轨迹飞驰进入了太阳系内部。而这种高度双曲线轨道，只有那些来自遥远星际空间、不受太阳引力长期影响的天体，才会拥有这种特别的运动方式。与我们熟悉的那些围绕太阳运行的彗星或小行星截然不同。3I Atlas 只进行一次性飞掠，它并不打算留下，而是一次短暂的访客。它快速而果断地进入了太阳系，在接近太阳之后进行一次快速的飞掠旋转，然后它便会继续它永恒的旅程，永远离开我们的视线。截至目前，这个访客距离太阳大约 3.8 个天文单位。换句话说，它当前距离太阳的距离几乎是地球与太阳之间距离的4倍。根据目前精确的轨道计算预测， 3I Atlas 将于2025年10月3日第一次近距离掠过我们太阳系的行星，届时它将与火星擦肩而过。之后，在2025年10月23日，它将达到距离太阳最近的那个位置，也就是科学家所说的近日点。届时，它距离太阳大约只有2个天文单位。在近日点接近太阳的关键阶段，科学家们希望能抓紧机会收集到更多详细而精确的信息，包括 3I Atlas 的具体形状、表面材质特征，以及它在飞掠太阳时表现出的细微运动特性。然而有些遗憾的是，在那个特殊时刻，地球所处的位置却并不利于我们直接清晰地观测到它。实际上，在 3I Atlas 最接近太阳的近日点阶段，地球恰巧正位于太阳的另一侧，也就是说，我们与它的距离实在太远，完全超过了能够清晰直接观测的有效范围。根据目前的轨迹计算， 3I Atlas 将在2025年12月的下旬达到与地球之间的最近距离。不过，即便到那时，它与地球的距离仍会保持在一个足够安全的范围内，完全不必担心发生撞击风险。可以明确的是，这场近距离飞掠并不存在任何威胁，也不会对地球构成丝毫风险。这只不过是一个高速穿越太阳系的短暂访客而已。不过，尽管对地球毫无危险，但科学家们到目前为止所观测到的 3I Atlas 的种种奇特表现，已然引发了越来越多耐人寻味的疑问。在这些疑问中，最令科学家们吃惊的一点，就是 3I Atlas 竟然拥有一种难以解释的、出乎意料的明亮程度。通过多次反复确认，科学家发现，它所反射出来的太阳光竟然比人们最初所能想象的要多出许多。一般而言，天文学家常常通过观测天体所反射的光亮强度来估计它们的实际大小。通常来说，一个物体反射的光越多，意味着它的实际体积往往也就越大。然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这个物体的表面具有异常高的反射性，就可能导致科学家们对其大小的估计出现显著偏差。针对这一疑问，勒布又提出了一个相当有趣且大胆的观点。他指出，假如 3I Atlas 的表面如同大多数小行星一样，是那种黑暗且坑坑洼洼的岩石质地，那么它要想反射出当前所观测到的亮度，实际宽度至少得达到12至20公里才可能实现。倘若这种推测属实，那么 3I Atlas 的实际尺寸就远远超过此前发现的奥莫莫。要知道，奥莫莫的长度此前测算只有区几百米左右。但另一种可能性是，如果 3I Atlas 的表面覆盖着具有超强反射性的金属或冰物质，那么即使它的尺寸实际要小得多，也同样可能展现出我们目前所观测到的惊人亮度。那么 3I Atlas 究竟属于哪一种情况呢？它真的是一个巨大但表面黝黑的岩石状天体，还是说它其实是一个体积较小却光滑致密、反射性极强的特殊物体呢？就在科学家们争论不休时，事情的发展却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起来。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位神秘访客居然完全没有表现出我们所期望见到的任何彗星特征。直到现在，它仍未呈现出任何可观测到的彗发、彗尾，也没有任何气体或尘埃的喷射迹象。而这些现象通常都是冰冷的太空物体在接近太阳时必然会出现的典型特征。如此反常的表现，自然又引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甚至可能决定科学家如何进一步研究的核心问题。既然 3I Atlas 既没有像彗星那样展现出喷射尘埃和气体的特征，也不像我们熟知的小行星那样表现出标准的轨迹与反光特征，那它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天体呢？
它的表面是否可能覆盖着某种金属材料，亦或它的结构中存在某种天然水晶？甚至更令人无法置信的是，这表面有没有可能是经过某种智能生命精心打造与打磨出来的呢？确实，有一部分科学家提出观点，认为 3I Atlas 异常高的反光率，或许是由于它具有极为光滑甚至抛光过的表面，因而能够比普通天体更有效地反射太阳光线。假如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问题又随之而来：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或过程，让这个来自遥远星际空间的物体拥有了如此光滑，甚至像镜面一般的表面呢？一般情况下，漫长的宇宙旅程和无数次的太空碰撞会逐渐让天体变得粗糙和不规则。如果 3I Atlas 真的拥有这样异常光滑的表面，那么可能只有3个合理解释：它要么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新生天体，要么就是在不久之前才刚刚形成，又或者它最近经历了某种未知力量的强烈改变。当然，这仅仅是科学家目前提出的众多假设与猜想之中的一种而已。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究竟可以确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能够明确的一点是 3I Atlas 目前所展现的飞行速度，比我们过去曾追踪观测过的几乎所有天体都要快得多。其次，它所展现出的亮度远远超过人们最初的预估。更关键的是，它表现出来的运动轨迹与物理行为，也与我们在典型自然天体身上所习惯看到的特征明显不符。随着它逐渐深入太阳系内部，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已经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迅速且仔细的观测研究行动。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一旦 3I Atlas 完成了绕太阳的短暂飞掠，就很可能会从人类的视野中永远消失在茫茫星际空间中，再无观测的机会。要想再次获得这种能够近距离实时研究这类星际访客的难得机会，很可能需要等待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甚至这样的机会可能未来数十年内都不会再重现。3I Atlas 并不是科学界第一次遭遇的神秘星际访客，但毫无疑问的是，它或许是迄今为止最让科学家感到困惑与难以解释的一个。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越发感到，这个陌生的访客似乎正在重复奥默默当年的那些神秘而又难以解释的特征，但同时，它又清晰地带来了我们过去从未想到过的全新问题。要想真正理解 3I Atlas 这一次的出现为何对科学界意义重大，我们首先需要回顾一下之前所发现的2个星际访客，并深入理解他们曾带来的种种谜题。回到2017年10月，当时在夏威夷 Pan-STARRS 天文台工作的天文学家们首次注意到一个令人极度困惑、不同寻常的现象：一个明显细长且造型异常的神秘物体正快速穿过我们的太阳系。但诡异的是，它的飞行轨迹根本不像任何典型的行星或彗星那样遵循着常规的椭圆轨道。相反，它所表现出的飞行轨迹清楚地呈现出了一条明显的双曲线轨道，而这种轨道类型只有那些来自太阳系之外、不受太阳引力长期束缚的星际物体才可能拥有。很快，科学家们就明确认识到，这个物体绝非属于我们太阳系的一员，而是来自更遥远未知的领域。它是来自更加遥远、更加深邃的星际空间，仅仅是短暂经过我们的太阳系，很快便一去不复返。科学家们为它起了个特别的名字——奥默默，在夏威夷语中寓意着从远方首先到达的信使。这个名字带着些许诗意与神秘的色彩。后来，它被正式冠以 EI 的称号。这一标记非常重要，因为它清晰地表明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被科学界正式确认的星际访客。然而，真正令科学界震惊和关注的，还不仅仅是它来自何方。奥默默所呈现的奇特外形与反常行为，与此前科学家们在宇宙中观察到的任何天体都截然不同。根据观测数据的分析，人们估计奥默默可能拥有细长而类似雪茄的外形，亦或呈现出扁平且圆盘状的结构。这种奇怪而夸张的比例，在自然形成的天体中几乎前所未见。不仅如此，它还以一种极不稳定、忽快忽慢的方式旋转，反射出的太阳光也呈现出奇特且不断变化的亮度模式，让科学家们大惑不解。而所有谜团中最大、最难以解释的，便是当科学家们察觉到奥默默在逐渐远离太阳系内部时，速度竟然轻微但明显地加快了。最诡异的是，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丝毫没有看到任何气体喷流或是彗星尾迹的痕迹。而通常正是这些因素才会推动彗星在接近太阳时逐渐加速。
然而事实摆在眼前，奥陌陌的确在逐渐加速，这显然与我们目前所理解的物理学原理不符，除非存在着某种科学界从未发现过甚至未知的力量正在悄然作用着。一些科学家为此尝试提出了若干种假设，比如奥陌陌的表面或许覆盖着难以探测到的轻冰，也可能存在着微弱难查的气体释放，甚至可能是太阳光辐射推动着它异常轻薄的表面。但在所有这些猜测之中，有一个更大胆、更具争议性的理论，却引起了整个科学界及公众的广泛关注。当时正担任哈佛大学天文系主任的勒布教授，公开提出了一个令许多人震惊且极具争议性的想法。他提出了一个震撼科学界的问题：如果奥陌陌根本就不是自然天体，那情况又将如何呢？倘若它其实是一种被称作太阳帆的人造结构，借助恒星辐射在宇宙间航行，就如同帆船借助风力前进一般，那将意味着什么呢？勒布这一前所未有的大胆设想，立刻在科学界引发了巨大争议与讨论。虽然大部分科学家立刻就表示否定与质疑，但仍然有相当一批研究人员对这一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毕竟，当自然界展现出完全不符合我们过往认知的奇怪现象时，科学家们至少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勇于提出一些看似大胆且棘手的问题。遗憾的是，在人类还没能获得更多关键数据之前，奥陌陌便匆匆离开了我们太阳系，继续向浩瀚的宇宙深空进发，带着它所有未解开的谜团与秘密一同消失了。就在奥陌陌消失后仅仅2年，即2019年8月，全球天文学家们又意外地发现了另一个清晰来自太阳系之外的神秘物体。与此前的奥陌陌不同，这次的新访客明显具备了彗星的所有典型特征。天文学家们将它命名为鲍里索夫 Borisov， 以最早发现它的天文爱好者根纳季·鲍里索夫的名字来命名。鲍里索夫彗星清晰地展现出了我们对冰冷星际访客所熟悉的全部经典特征。当它逐渐靠近太阳时，迅速地呈现出了明亮的彗发、清晰而壮观的彗尾，并大量释放出气体与尘埃，创造出壮丽的宇宙景观。虽然它的行为模式与普通彗星十分相似，但科学家们很快发现，它真正的起源地却是完全未知的。和奥陌陌类似的是，鲍里索夫彗星同样是从遥远的星际空间直接进入了我们所处的太阳系范围。但在进一步研究后，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绝非仅仅是一颗普通寻常的彗星。观测数据显示，这颗彗星的组成物质异常纯净而干净，几乎没有普通彗星常见的杂质和尘埃混合其中。深入的光谱分析清楚地显示，这颗星际彗星表面覆盖着极为纯净的冰物质以及异常高浓度的一氧化碳。这种独特的构成方式充分表明，它的诞生地一定比我们在自身太阳系内观测过的任何彗星家乡都更加冰冷、更加遥远。由此，科学家们推测，这颗彗星或许来自于某个遥远而年轻的恒星系统边缘，而那个神秘系统目前可能仍然处于形成演化的早期阶段。至此，人类已清晰确认了2个星际访客。第一个奥陌陌表现得古怪且难以解释，第二个鲍里索夫则呈现出我们相对熟悉的典型彗星特征。而现在，时间仅仅过去了几年，我们就又一次迎来了第3位陌生的星际访客 Sun-I Atlas。有趣的是，这第3个天体似乎同时间具了前2位星际访客各自的一些关键特征。比如与奥陌陌类似， Sun-I Atlas 同样运动迅速、异常明亮，并且迄今为止没有显现出任何可观测到的彗星尾迹或喷射现象。但与此同时，与鲍里索夫相似的是，它的体积明显较大，且目前正处于我们可清晰观测的有效距离之内，因此被科学家们密切且仔细地观测与分析着。当然， Sun-I Atlas 的出现也伴随了许多科学界至今未能解答的新问题，比如它究竟有多大？为什么它的亮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它的构成成分究竟是什么？这些尚未解答的疑问促使科学家们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难道我们如今所注意到的是一类此前长期存在却一直未被人类发现或关注过的特殊星际物体吗？还是说，事实上是有什么事情最近才刚刚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些神秘的星际访客是否只是最近才开始按照某种规律的模式抵达太阳系，
或者是某个未知源头正在主动发送或抛出它们。假如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是什么力量在幕后推动这一切呢？亦或更令人惊奇的是，究竟是谁在背后掌控这一系列的事件？随着科学界确认3I Atlas 的确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第3个星际访客，有一个事实正逐渐变得清晰而不可忽视：这些从遥远星际空间而来的访客，如今似乎已经不再是偶尔出现的稀有惊喜了。仅仅不到10年的短暂时光，我们便从过去从未发现过任何星际访客，快速地转变为连续探测确认了3个之多。这一情况的转变，自然而然地引发了科学界一个严肃而紧迫的问题：究竟为什么在此时此刻，我们会开始频繁地探测到这些星际访客？在过去的数百年乃至更长的历史中，人类一直不断地仰望、探索浩瀚星空，却从未在此之前明确发现过任何来自太阳系以外的访客。那么最近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为什么这些神秘物体如今的出现频率明显变得越来越高？对此，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直观且简单的解释：或许这些星际访客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穿过太阳系，只不过过去我们缺乏先进的工具与技术，从未能成功地发现它们。我们早期使用的天文观测设备精度远远不足，而且进行天空扫描的频率和范围也非常有限。这些星际访客或许早就已经静悄悄地进入过太阳系很多次，只不过当时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他们的到来也未被任何记录所捕获。不过，一部分科学家并不完全认可这一简单的解释，认为事情可能另有隐情。越来越多的天文学家逐渐意识到，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改变。这些从遥远星际空间到访太阳系的神秘物体，其数量或许正在实实在在地增加之中。这种增加或许并非仅仅因为我们观测技术的提升，更可能是太空环境中确实正在发生着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重大变化。有一种推测认为，遥远宇宙深处发生的剧烈事件，比如某个恒星系统解体，或是一颗恒星的剧烈爆炸，很可能将大量的碎片抛射到银河系的各个方向。也有人推测，包括3I Atlas 在内的这些神秘访客，很可能就是这些遥远事件中被摧毁世界所留下的残片碎块，他们正在经历漫长而缓慢的星际漂流之旅。还有一些科学家则持更保守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些物体可能只是宇宙中极其罕见的自然旅行者，他们如同太空中的流浪者，偶尔经过像我们太阳系这样的行星系统，只是巧合而非必然。当然，也存在一些更为激进，甚至被视为极端的理论。这些理论虽然让一部分科学家感到不安，但也不可否认地激发了人类的强烈好奇心，并迫使我们重新审视那些我们自以为早已掌握的宇宙常识。那么，假如这些星际物体或其中的一部分其实并不是自然形成的产物，而是某种智慧生命制造的遗留物，那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可能？如果它们不是随意漂浮的太空碎石，而是某种被智慧生命精心制造并发射出来的探测装置，或许不是为了主动接触我们，而是为了悄无声息地进行远程观察和数据收集，那又意味着什么？不妨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这样的假设是否完全脱离现实？设想一下，假如在银河系的某个遥远角落真的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而他们与我们之间相隔数千光年之遥，那么他们要如何开展宇宙探索？派遣载人飞船无疑风险巨大，成本高昂，速度缓慢，不一定是他们的首选方案。相较之下，更可行的方式也许是发射一批体积小、寿命长、能量持久的自动探测器，让他们在宇宙中漂流数百万年，直到偶然闯入像我们这样存在生命的行星系统。这听起来或许像是科幻小说中的桥段，但实际上它已然成为不少科学家所认可的一种现实且合理的探索策略。甚至有研究者提出，我们今天在天空中所观测到的一些星际物体，很可能是某些早已消失的古代文明所遗留的技术残片，是宇宙中的机器幽灵，仍在漫无目的的运行。从这个令人震撼的角度去看，3I Atlas 也许并不是一块从行星撞击中脱落的岩石碎片，而可能是某种智能文明曾经制造出来的装置或飞行器残骸，是他们技术留下的微弱痕迹。从南美的智利高原到伊比利亚的西班牙，
再到大西洋中加那利群岛的天文站，全世界的先进望远镜系统正在同步调整方位，以精确锁定并持续追踪3I Atlas 的运行轨迹。然而，或许最大的观测突破，并不是来自地面上的望远镜，而是来自太空之上那些绕地轨道运行、远离大气干扰的先进观测设备。自2021年发射以来，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宇宙早期历史、系外行星大气构成以及遥远星系形成过程的认知。如今，科学界正在积极推进一项新的观测任务，让韦伯望远镜将目光锁定在3I Atlas 上，展开前所未有的深入观测。凭借其先进的红外观测系统，韦伯望远镜可以检测到地面望远镜无法捕捉的细节，分析3I Atlas 的表面材料组成，测量其热辐射温度，甚至寻找哪怕是最微弱的气体排放迹象。如果3I Atlas 在光线反射、外形轮廓或运动方式上存在任何异常之处，韦伯望远镜或许将成为揭开谜团的关键。它能提供地面观测望尘莫及的数据与图像。不过，值得庆幸的是，韦伯望远镜并不是我们手中唯一的王牌工具，还有更多先进设备正在陆续加入战场。例如，另一座备受期待的大型望远镜，位于智利的维拉鲁宾天文台正在逐步投入使用。准备开始它对整个天空前所未有的连续扫描。这台望远镜将执行名为空间与时间遗产调查 LSST 的宏大项目，其规模之大、频率之高、数据之密集，在人类天文学史上前所未有。它的运行模式非常独特，每隔3晚它就会完整拍摄整个可见夜空的图像，进而通过延时影像捕捉天体在数年时间内的细微变化。这个系统不仅能探测星际物体的轨迹，还将成为我们发现新小行星、活跃彗星，甚至远距离爆炸的超新星事件的重要利器。最关键的是，维拉鲁宾天文台还具备提前预警能力，一旦像3I Atlas 这样的星际物体进入太阳系，它将率先发出预警，争取宝贵的观测时间。这种提前数天甚至数周的预警机制，让全球各地的天文研究机构能够协调调度数十台不同类型的仪器，共同对目标开展同步观测。这意味着我们将获取的不再只是几张模糊的照片，而是一整套多维度、高精度的观测数据。从高分辨率的光谱分析，到精确的速度跟踪与时间序列，再到亮度变化和3维轨道建模，这些数据将拼出3I Atlas 穿越太阳系旅程的完整画卷。因此，下次再有一个神秘的深空来客闯入我们的太阳系时，我们不仅能用肉眼捕捉它划过星空的那一刻，更将动用全套科学工具对它进行多方位研究、实时追踪，甚至有望揭示它的真正身份与来历。因为历史一次次告诉我们，今天看似荒谬或不可能的假设，往往正是明日最令人震撼的科学发现的前奏。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拥有了一整套先进的观测与分析工具，从地面望远镜到太空平台，为迎接任何可能的发现做好了准备。如今，全世界的科学家、天文学爱好者，甚至普通公众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位神秘的星际访客身上，期待他能揭示些什么。随着像3I Atlas 这样奇特的星际物体频繁被探测到，有一点已经变得越来越明确，这类现象绝非偶然。我们仰望星空的次数越多，所积累的观测数据越丰富，就越能清晰地认识到，宇宙远比我们曾以为的更加复杂、更加深邃。我们的认知不过才刚刚起步。而现在，就在这无声的时刻，3I Atlas 正如一位来自星际的旅人，悄然穿行于我们太阳系的宁静边缘。它来自遥远未知的深空，没有预警，没有邀请，却带来了无数问题与可能的答案。它将以一次性的弧线掠过我们的世界，然后再也不回来，继续它在宇宙深处漫长而孤独的旅程，最终消失在永夜之中。然而，就在这转瞬即逝的交汇时刻，它给予了我们一些极其珍贵的东西：新的数据、新的问题，乃至对自身存在的新思考。它让我们有理由去追问那些平日里被搁置在脑海深处的终极问题，那些关于生命、文明以及宇宙归属感的问题。我们地球上的智慧生命，真的就如同宇宙中的一颗孤星，在无垠的黑暗中独自闪烁吗？又或者，我们其实一直都是某个远比我们所理解的宇宙更古老、更庞大的智能体系中的一个微小组成，我们只是尚未意识到自己的角色而已。结语：我们或许还无法解开3I Atlas 带来的所有谜题，
但它已经迫使我们重新凝视星空，以新的方式去倾听宇宙的低语。它提醒我们，即使在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宇宙依旧充满未知。每一个突然出现的来客，都可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开端。在这浩瀚的宇宙中，每一颗星星，每一道光，都可能藏着文明的回声，或是我们自身未来的影子。所以，继续仰望，继续探寻，因为答案或许就在下一个来客之中。感谢您的观看。